少时学语苦难圆，直到功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曲，三分人事七分天。话说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运4年的正月初5，一位年轻的君主挥别故土，从此踏足异国他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北迁的皇帝。他就是后晋初帝石重贵。契丹大军是马踏中原，后晋灭亡，石重贵呢被贬为了复义侯。辽太宗耶律德光命令石重贵本人以及他的后宫家族全部北上。按照契丹习俗，一个部落被征服以后，往往会将部落的首领带走。这种习惯基于一劳永逸，防患于未然。石重贵一行人，包括他的皇后冯氏、他的弟弟石重瑞、2个儿子石延续、石延保，还有一众宫女、宦官、衣冠、厨师等等，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黄龙府，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县。短暂停留以后，他们被安置在了辽阳，从此融入到了北方游牧民族之中。后晋是由石重贵的养父石敬瑭所建立，石敬瑭以燕云16州换来契丹出兵相助。那么归入契丹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燕山以南的幽州地区，以及太行山以西和雁门关以北的云州地区。幽州地区分别有幽蓟、营漠、卓潭顺。因为地处燕山以南，因此呢又被称作山前诸州。雁门关以北分别有云如、归武、新峪、英环朔，又被称作山后诸州。由于地理位置险要，燕云16州从此就成了后来中原王朝的一大心病。后周显德6年，周世宗柴荣北伐，收复了营州、莫州。恰在此时，柴荣突然病逝，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历史进入到了北宋时代。有关北宋以前燕云16州的故事，在之前的漫聊五代十国系列视频中有过详细的讲解。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要从北宋初年的辽宋关系切入，然后把重点放在北宋末年的宋金海上之盟。宋金之间看上去好像约定好了要联合起来共同灭亡辽国，实际上呢似是而非。稍微深入一些考察有关的史料记载，就会发现双方经过了多次谈判，但是在疆域划分等核心问题上并没有达成正式的协议和盟约。对辽作战，他们也是各自行动。真正达成的盟约，实际上是一份有关燕京等地的买卖盟约，而且这个盟约很快被破坏，金军南下攻宋，但是这个直接责任却是在北宋。辽金宋三国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有短板和失误，而将这个腐朽和昏庸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有且只有北宋。燕云16州山川形胜，地势险要，横卧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东西跨度约为600公里，南北200公里，总面积约有12万平方公里。对于中原王朝而言，燕云16州是北方的门户，也是经略辽东、控域漠北的桥头堡。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而言呢，这片区域同样极具战略意义。占据燕云就意味着他们的骑兵可以把长城和崇山峻岭甩在身后，直接面对平坦的华北平原，无坚不摧，无往不利。在宋朝建立以后由于营州和莫州的收复，人们口中的燕云16州的山前诸州变成了幽蓟、潭顺、卓景邑。在赵匡胤的时代，对外策略相比之前有所调整，宋辽两国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赵匡胤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灭掉了北汉，转1年就移师幽州，准备一举收复燕云。结果呢，高梁河一战，宋军惨败，太宗皇帝本人连中2箭，最后不得已坐着驴车仓皇逃命。到了雍熙3年，宋军再次北伐，曹彬负责山前战线，潘美、田崇进趁虚而入，进兵山后。曹彬的东路军因为粮草不济，在撤退途中遭遇了萧太后和耶律休哥率领的辽军主力，最后惨败而归。赵光义得报以后，即命潘美、田崇进撤兵。就在这个撤兵的途中，负责护送百姓的杨业，就是评书演义里的杨老令公，在陈家谷口遭遇伏兵，战败以后绝食而死。雍熙北伐呢，最后就这样以失败而收场。之后赵光义仍然不死心，继续部署新一轮对辽的攻势。没过多久，辽军先发制人，在营州君子馆大破宋军。从此以后，宋对辽的战略就逐渐由攻势转为了守势。这个时间
一转眼来到了宋真宗景德元年，萧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深入宋境，一路打到了黄河岸边的澶州，距离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已经是不过一箭之地，军情如火，警报一夜五传遍京。真宗皇帝急召群臣问计，宰相寇准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这才有了真宗皇帝御驾亲征。双方最终在澶州相遇，宋辽两国全都因为连绵的战争感到疲累，于是呢，在这年冬天握手言和，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从此以后，这个澶渊之盟啊，维持了宋辽两国上百年的和平。这个澶渊之盟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盟约，双方约定宋每年要向辽支付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两国啊，互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呼宋真宗为兄，宋真宗啊称呼辽圣宗为弟，后世仍以此论。宋辽疆域以白河沟为界，辽国呢放弃瀛州、莫州，沿边城池啊一切照旧，但是不能创筑城隍。同时在边境开展互市贸易，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逆。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啊从此得以构建，辽宋两国成了地位平等的兄弟之国。对于宋朝而言啊，澶渊之盟的一个积极作用是每年的岁币还不到全年收入的1%，出一点小钱换取长久的和平。对于辽国来说呢，地处北方，土地贫瘠，岁币燕云16州，长期和平，同样让其取得了长足发展。北宋乾兴元年，真宗驾崩，仁宗继位。仁宗的中期，西夏李元昊建国称帝，为了敲打西夏，北宋兵发西北。然而遗憾的是啊，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宋军是3战3败。此时辽国也来趁火打劫，辽兴宗以宋朝修筑边防和攻打西夏为借口，在燕京聚集重兵，同时呢，派遣使者赶赴东京，向北宋索要当年柴荣攻占的3州3关之地。仁宗皇帝派富弼出使辽国，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谈判，最终呢，以宋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的岁币，平息了这起争端，史称庆历增币或者是重熙增币。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重熙是辽兴宗的年号。那么从此以后，辽、宋、西夏形成了3足鼎立。庆历增币是澶渊之盟之后啊，宋辽两方为数不多的一次争端，绝大多数时候，两国一直非常现代化的你来我往，维持和平。按照惯例呢，双方每年要互派2次使者，一次是皇帝生辰，一次是年初征旦。除了这些例行的出使，每逢皇帝驾崩登基，同样会互派使者吊唁祝贺。从前的剑拔弩张变成了友好往来，只是这种交往对于契丹而言啊，却有着一个致命的危害。什么危害呢？随着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的融合，契丹贵族逐渐喜欢上了奢靡的生活方式，契丹的军队变得像南方的邻居一样，越来越不会打仗。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更加强悍的民族在更遥远的东北方诞生，即将彻底改变历史进程。在唐末5代以前啊，契丹一直生活在燕山和阴山以北的地区。5代后唐时期呢，契丹开始进入燕山以南，从幽州的刘守光手中夺取了瀛州、平州、滦州。这3个地方也是后来宋金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分别对应今天河北省的昌黎县、卢龙县、滦州市。有了营平滦3州，继而又有了燕云16州，游牧的契丹变成了定居的辽国。辽国的疆域啊，看上去比较辽阔，但是相对极其的碎片化，碎片到辽国不得不采取5京制，在不同区域设置5个都城，从而各自负责自己的管辖区域。东京辽阳府，今天的辽宁省辽阳市，主要防御对象是高丽和东北的女真。西京大同府，这是过去的云州，和北宋的河东地区接壤，同时呢，也可以防御西夏。南京西津府，这是过去的幽州，主要防御对象啊是北宋，同时呢，也是辽国的主要产粮区域。北边的上京临黄府，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临东镇南，这是契丹的发源地，主要防御对象呢是蒙古人。中京大定府，今天内蒙古宁城县大名镇。5京制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共同组成了辽国的防御体系，直到女真人崛起，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个五清防御制度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就是辽国对东北方向的防御布局极为薄弱。在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南部，有一座美丽的小城，过去呢叫阿城市，现在是哈尔滨市的阿城区。阿城是女真的兴起地，金代上京会宁府也在这里。会宁府的旁边有一条叫做暗出湖水的小河，现在呢叫做阿什河。会宁府的西南有一条来流水，现在叫做拉林河。拉林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长白山，高山融雪，水质极佳。从阿城出发，往南80多公里，有一个叫做五常的小城，全国闻名的五常大米就产自这个区域。阿什河、拉林河都是松花江的支流，女真人最早就是在这些河流附近活动。女真的祖先被认为可能是周代的肃慎氏。南北朝的时候呢，被叫做兀吉，到了唐朝被称作漠河。在这一时期呢，漠河又分成了2支，靠南边居住的一支叫做肃漠漠河，北边居住的一支呢叫黑水漠河。肃漠漠河后来建立了渤海国，到了5代以后呢，被契丹人所征服。此后呢，被驯服同化的这部分女真人被叫做熟女真，没有被同化，名义上臣服于辽国的被叫做生女真。辽国呢，专门设立了黄龙府，用来对生女真进行管辖。辽国的皇帝传到了第9代，叫做耶律延禧，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辽天祚帝。说有这么一天，这个耶律延禧来到东北游猎，先到了春州，又到了混同江。今天在吉林省的查干湖仍然保留着东捕的习俗。这个东捕和投鱼宴一度盛行于辽代，人们凿冰撒网，再用牲口拉网，等到这个鱼快要被拉出来的时候，会有专人来通知皇帝。这个皇帝呢，会拿着绳钩投掷，中钩的鱼受伤以后，带着这个绳子逃走，等到他挣扎到精疲力尽，再把它拖拽上岸。那么这条鱼呢，就被称作投鱼。紧接着，这个皇帝会举办盛大的投鱼宴。依照惯例，方圆千里大大小小的生女真部落的首领都会前来朝拜。说这耶律延禧这一次游猎玩得很开心，投鱼宴上酒至半酣，耶律延禧命令首领们挨个跳舞助兴。轮到一个中年女真首领的时候呢，这人表示没有才艺，不会表演。耶律延禧很纳闷，心想着什么人这么不给面子呢？下一支抬眼观瞧，只见这人是身材壮硕，眼神坚定，举手投足之间隐约有一股雄豪之气。接连劝了几次，但这人全都是婉言谢绝，拒不服从。再一打听，了解到这人是生女真完颜部首领乌雅术的弟弟，名字叫做完颜阿骨达。耶律延禧担心此人将会成为祸患，由此就动了杀心。但是呢，北院枢密使萧凤仙劝他说，阿骨达不过是个不知礼仪的蛮夷，不必因为这种人动气。况且即便真有意志，一个罪尔小国，他根本就掀不起什么风浪。一番话让耶律延禧放松警惕，就这样放过了阿骨达。历史的进程有时候总是会出人意料。1年多以后，乌雅术去世，阿骨达成为了首领。正是这个罪尔小国的完颜阿骨达，以2500人的兵力起兵反辽，成为了大辽王朝的掘墓人。燕云16州一直是北宋君臣和民间的一大痛点。无论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从战略角度考虑，对于中原政权而言，燕云地区始终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呢，他们一直憧憬盼望着有朝一日要收复燕云。等到女真人迅速崛起，宋朝的君臣再次看到了机会。契丹人的大辽国已经是腐朽不堪，收回燕云似乎是指日可待。女真人走出了混同江流域，完颜阿骨达将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到东北平原的中心地带，并且在公元1115年正式称帝，国号大金。天祚帝耶律延禧在最初听说这个小部落造反的时候正在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打猎。对只有2500兵力的阿骨达不以为意，他呢派了一小股部队前去围剿，没想到竟然吃了败仗。能当上皇帝的人大多数都不是傻子，女真人的战斗力让耶律延禧开始重视他们，只可惜这个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再次围剿，计划集结10万兵力，实际到达前线的只有1万。结果呢，不出意外，再次被阿骨达击溃。第3次，这个耶律延禧派了20多万人，带着大量的屯田农具去黄龙府增援，准备和阿骨达打持久战，可是被女真铁骑一举击溃。20几万大军屯田未成，反倒把大量的农具留给了阿骨达。辽兵是屡战屡败，金军几乎是战无不胜。耶律延禧恨自己当初没能一举铲除这个祸害。第4次，他选择了御驾亲征，亲自率领70万大军围剿阿骨达。但是出师未捷，后院先起了火。耶律延禧人在前线，不得不偷偷回师去解决内部叛乱。阿骨达呢，趁势追击，又一次赢得了战争。此时整个东北平原的北部已经全部被女真人所掌握，辽金两国就这样逐渐相互对峙，此消彼长，国运也已经变幻。北宋呢，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正式介入了两国纷争。早在政和元年，也就是公元1111年，北宋曾派出一个使团出使辽国，正使呢是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副使则是当时宋徽宗身边的宦官童贯。童贯不是一般的太监，他是一个长着胡子的太监。史书记载，贯壮貌魁梧，瞻视壮伟，一下生须10束，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这个人生的是高大挺拔，相貌英俊，身材硬朗结实，魁梧壮硕，两腮生有10几根胡须，看上去根本就不像阉人，反倒有些伪男子的雄豪之气。童贯字道夫，东京汴梁人士，年幼家贫，没有生计，于是呢净身入宫当了太监。童贯这个人有3个特点，分别是善巧媚，有度量，能疏财，相当会来事，有眼力劲儿，能说会道，为人豪爽，性格慷慨且豁达，十分舍得花钱。后宫自嫔妃以下，时不时就会收到童贯进献的金银财物，有金钱和笑脸开路。因此在神宗朝、哲宗朝，童贯就屡有升迁，左右逢源，风生水起。一般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大贵人，基本上也就不会再有大的际遇了。巧合的是呢，还真有这么一个人，让童贯真正意义上飞黄腾达，呼风唤雨。这个人就是宋徽宗。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但是北宋和西夏总是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宋徽宗上台以后呢，也开始对西夏用兵。童贯虽然是宦官出身，但是这个时候呢，却是以军事才能闻名于朝廷内外，在西北进出10几次，前后20余年，算是个知兵之人。再加上和蔡京交好，于是呢，童贯再次被派到西北监军。到了西北呢，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皇帝一高兴，将童贯破格晋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对于一个宦官而言这是破天荒的殊荣。宋代宦官以殿使兼任观察使，正是从童贯这儿开始的。自此以后的北宋朝堂，隐约就形成了以蔡京主内政，以童贯主军事的格局。到出使大辽，童贯又开了先河。首先是以宦官出使外邦，在北宋是没有先例的。其次呢，为了出访，这个宋徽宗还为童贯加衔，检校太尉。太尉这3公之一，武官的最高头衔，这更是比较罕见的殊荣。那么就在童贯出使辽国回程的途中，他遇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的出现，对后来的辽金宋3国国运几乎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人叫做马直。马直是生活在辽国的汉人，燕京人士，北方望族，祖上世代为官。到了马直这一辈呢，原本是少年成名，官运亨通，官至正3品的光禄卿。按说在辽国也算是个人物，但是一招不慎，因为无意间冲撞了太后的车驾，获罪免官。随后几经努力，都无法官复原职。这马直预感到自己的仕途已经是黯淡无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呢，他就想到了改换门庭。时值辽宋西夏天下3分，马直自信胸怀锦囊妙计，他日定然可以凭此加官进爵。几个月以后的一个深夜，马直悄悄来到宋使大帐拜见。童贯和马直就这样见了面。说马直拜见童贯
一见面就双膝点地，给童贯行了叩拜大礼。紧接着呢，又献上一件稀世珍宝，一颗西域夜明珠。这件宝物大有来头，相传是当年突厥颉利可汗进献给唐太宗的镇宫之宝。五代乱世，辗转落入到了辽太宗之手。后来呢，被马直以半数家产从一名老工人手中买了下来。这个童贯是见过大世面的，从马直的口中啊，听说了这夜明珠的来历，心中欢喜，但是想到和这人素昧平生，摸不清底细，也就不敢冒昧，他是坚持不受。马直呢，看童贯有这般定力，也就不再兜兜转转，开始单刀直入。他站起身来，郑重地说：深夜至此，献宝只是托辞，实际上是有军国大计献给大宋和太尉。闻听此言，童贯眼前一亮，挥手示意这个马直啊落座，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马直呢，开门见山，直接献上妙计，简单说就是联合女真夹击辽国，灭辽以后双方瓜分辽国的疆土。马直的这个计策呀，并非凭空想象，这个人是世居北方，十分熟悉北方的民情，在辽国做过高官，熟知辽国朝政，出使过大宋和西夏，还和女真人打过多年的交道，人生经历丰富且独特，让他对天下大事有着更加深刻且独到的理解。大辽立国已逾200年，整个朝廷是贪腐横行，百病丛生，外强中干，虚有其表。女真人是新生力量，朝气蓬勃，不可限量。尽管这个时候还没有正式起兵，但是长则5到8年，短则3到5年，女真和辽国必有一战。大宋人口众多，拥有中原广袤之地，如果能够促成大宋和女真联盟，南北夹击辽国，必能一举将其攻灭。女真占有辽国北方的茫茫草原，大宋呢收复燕云16州，此乃百年难遇的天赐良机。留给大宋的时间也已经不多，需要尽早定夺。说到激动处啊，这个马直起身踱步，边走边说，慷慨激昂，是滔滔不绝。童贯有着多年在西北辗转征战的经验，尽管啊仍能保持冷静和克制，但是难免忍不住心里叫好。听罢马直一番高谈阔论，童贯也站起身，来回踱了几步之后，没头没脑的说了句：冬去春来，东京现在已经很热了。说完，他就盯着马直，看他如何回应。这个马直呢有点懵，他不知道童贯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用意。好在这个马直啊，脑子转得够快，他稍微理清头绪之后，马上拜倒，一字一句说道：说他愿意带上一家老小赶赴东京，此后余生誓死为大宋效力。这个童贯很满意他的回答，伸手将其搀扶起来，而后呢又亲自将其送出了大帐。后来这个马直啊，化名为李良嗣，经过乔装打扮，带着全家老小跟随着童贯来到了大宋，藏匿在了童贯的府上。那么这两个人在那个深夜的密谈，就这样即将决定无数人的生死以及无数家庭的悲欢，甚至直接影响了3个王朝的命运。马直被带回了北宋的东京汴梁，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啊，童贯将他引荐给了宋徽宗。终于见到了大宋天子，马直把他的锦囊妙计再次和盘托出。和之前不同的是，这次他为徽宗皇帝额外增加了一部分内容。他说，虽然经过了100多年契丹的统治，但是无数北国汉人啊，仍在热切期盼回归故国。只要王时一到，百姓们一定会欢欣鼓舞，帮忙赶走契丹人。眼下是大辽必亡，女真必兴，只要把握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联金灭辽，就必然能够分到一大波红利，最起码也是收回燕云16州。在三国年间啊，有姜维一计害3贤，北宋末年有马直一计剿3国。有关马直这个人物啊，您或许会忍不住发问，通过一个计策搅动3国局势，捏着无数人的生死，这个马直他到底图个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汉人身份和心怀故国吗？还真不是。家国情怀显然是无法解释他的言行的。他的家族啊，已经在北国生活了数百年，接连几代人都是在大辽为官。对于中原文化，或许仍然残留着一些倾慕之情吧，但是要说这种情感多么强烈，多么炙热，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
说到底，马直所构建的这个联金灭辽和身份情怀都没有关系，这是他个人的思念，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计策成了的话，或许会天下大乱，或许会生灵涂炭，但是对于他个人而言，既能够对大辽宣泄不满，又可以建立不世功业。什么对故国怜悯崇敬，对女真有所欣赏，全部都是扯淡。在他的眼中，只有野心和仇恨。那么对于宋徽宗而言，宋辽两国已经交好上百年，背弃百年盟友，转头联合女真南北夹击，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大了。考虑再三，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但是对于马直的策略啊，他很感兴趣，对马直本人呢也是恩宠有加，封官秘书丞，又专门赐以赵姓。从此这个历史上啊，就少了一个马直，多了一个赵良嗣。对于联金灭辽或者是联金屠燕，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比较典型的意见呢，认为辽国是大宋在北方的屏障，一旦没了辽国，这个大宋就必须要直接面对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如果秉着事后诸葛的态度来看，如果火候拿捏得好，联金灭辽在战略层面上啊是可圈可点的。收回燕云会形成新的战略态势，只是这其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失控的因素，比如女真人对北宋的态度。而如果宋金必须联盟，这个赵良嗣献策的这个时间，女真和辽国之间的战争还没有开始，这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机。赵良嗣的建议是从山东半岛渡过渤海，从辽东半岛登陆，然后再想办法前往女真。这条路啊曾经畅通过，女真人曾带着马匹乘船到北宋来贩卖。辽东半岛当时正处于辽国的这个疆域之内，如果真要联盟女真，这是一条完全值得尝试探索的途径，早做定夺，这个利益才能最大化。可惜的是，这个机会宋徽宗没有抓住，大宋也没有抓住，联合女真的战略就这样被暂时搁置，赵良嗣也被冷落了5年。公元1114年，完颜阿骨达起兵反辽。1115年，阿骨达在会宁称帝，建立大金，年号收国。1116年是金国和阿骨达收获最大的一年，东北平原北部被女真人占领。这个消息传到大宋，主战派开始跃跃欲试。到了1117年的夏天，也就是北宋政和7年，徽宗接到山东登州知州王师忠的报告，说是在海边截获了2艘从打辽国飘过来的船只，船上共有辽地汉人数百人，为首的名叫高药师。辽东半岛啊，此时已经被金军占领，他们扶老携幼，原本计划走海路去高丽避难，他们已经做好了只吃泡菜的心理准备，结果呢，被海风吹到了大宋。得知大辽已经是摇摇欲坠，只要横渡渤海就可以和女真取得联系，在童贯、赵良嗣等人的强烈建议下，徽宗皇帝决定展开破冰之旅，但是并没有直接委派使节，而是让那个从海上飘过来的高药师领队，以买马的名义去和女真人接触。这个高药师啊，原本是难民，派难民领队去搞外交，这种安排不得不说太过于随性随意。出发了仅仅1个月，这哥们就领着人回来了。他自己的说法呢是金国人不让他们北上，还说再往北走就把他们挨个按到地上放血。实际情况呢是他们的确乘船到了辽东，还没靠岸，只是远远看到这个岸上有骑兵游弋，就吓得调转船头回到了登州。大宋和女真的这个首次接触就这样啊，以一种幼稚又滑稽的方式收了场。转1年，宋徽宗终于派出第一个正式使团出访金国，正使名叫马正，官拜武义大夫，副使名叫呼延庆，时任平海军指挥使。这个呼延庆在民间赫赫有名，评书演义中啊，他是魁罡星转世，北宋名将呼延赞的后代，文武双全，精忠报国。历史上真实的这个呼延庆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北宋水军中的一员武将，博学多闻，而且呢善于辩谈，最关键的一点是他精通女真语，因此被选中作为马正的副手。和他们同行的人中啊，还有一位传奇人物，他就是马正的儿子马阔。马阔字子冲，武举人出身，身怀绝技，
宋金海上之盟的见证和实践者，收复燕京、靖康之变、苗刘兵变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说马正、呼延庆一行80多人，在重和元年2月接到命令，当年的9月下海出发，横渡渤海，拉开了一段大历史的序幕。刚刚到达渤海北岸，他们就被巡逻的人给抓了。金兵从来没听说过大宋使节，抢走了他们所有的物品，几次三番想要杀害他们。马正和呼延庆好说歹说，总算让人相信了他们是使节。接下来呢，他们被押送走了10几个州，才来到了莱流河畔，见到了完颜阿骨达。阿骨达对宋使的这个到来很是诧异。事实上呢，除了宋朝和女真取得联系之外，辽国也在和女真议和。辽金双方呢，因为谈不拢，陷入了僵持状态。马正使团的到来，让阿骨达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南北夹击辽国，显然对眼下更加有利，因此呢，他答应了联合灭辽，留下了宋朝使团中的6个人作为人质。随后派出渤海人李善庆领队，带上国书和礼物，跟随马正使团一道返程。重和2年的春正月，这些人赶到了东京汴梁。期间呢，双方进行了初步的谈判。李善庆明确转达了阿骨达的意思，同意宋金联盟夹击辽国，同意宋朝收回燕云失地，前提是宋军自己打下来。根据《金史太祖本纪》的记载，金朝在给宋朝的国书中呢提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说白了，就是瓜分辽国领土的这个基础是谁能打下来就归谁。宾主双方谈判很顺利，只是谈判的内容遗漏了太多的细节，太过于粗枝大叶，也给日后埋下了祸根。除此以外呢，在外交的礼节方面，北宋作为中原大国，却频繁出现失误。出于保密的考虑，宋朝方面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接待金国使臣，徽宗皇帝也没有召见金使，虽然也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但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两国外交相互对等是根本原则。相比阿骨达多次亲自接见招待宋使，宋徽宗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外交规则。两边谈个差不多了，金使要回国了，用什么规格给阿骨达回书，又让宋朝君臣犯了难。按照两国平等的这个交往的原则，皇帝对皇帝的书信叫做国书，皇帝对下级叫做诏书。宋徽宗给阿骨达的这封回信就是用了诏书的形式。宋朝君臣既想要结盟金国，借助对方的力量拿回故地，可是呢，又不自觉地带着似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在地位上远远高于女真人。这种妄自尊大的心态在整个海上之盟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想要高高在上不是不可以，关键是自身实力要足以支撑。如果实力不济却又盲目的自大，那就有点不切实际了，甚至会适得其反。宋徽宗对宋金双方初步谈判的结果很满意，宣布改元庆祝，将年号由重和改为了宣和。此时的他绝想不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改元。当年3月，徽宗派遣马正、赵有开跟随金使李善庆再次出使金国，一行人走到了登州，赵有开生病猝死。恰在此时呢，又传来了辽国和金国议和的消息，说是辽国已经封阿骨达为东怀国皇帝，双方罢兵修好了。徽宗得报，在没有核实辽国信息的情况下，马上派人追到登州，下令马正使团不必再出访金国，只安排呼延庆护送金使回国。金使在返回上京之后，得知原委的阿骨达十分恼火，对于呼延庆的解释毫不理睬，并将其直接扣留在了上京。6个月以后才将其放回。临行前，阿骨达告诉呼延庆说，结盟这个事儿是由宋朝首先发起的，女真已经获得了辽国大片土地，本来是不需要和宋朝结盟的，之所以接受邀请只是为了交朋友。但是宋朝现在不派使者，只派了一个低级官员前来，不发国书，反而送来了一份诏书，这显然是宋朝已经反悔了。而女真呢，则一直遵守约定，甚至不惜拒绝了辽国的封赏。如果要继续结盟，就尽早派人拿着国书来谈判，
如果仍然拿着一份给臣下的诏书，那就不要再来谈了。呼延庆回国的同一时间，一位名叫安尧臣的官员上书徽宗皇帝，强烈反对联金灭辽。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祸端往往是从和平走向战争的那一瞬间开始的，一旦战端重开，会让原本就已经疲惫的民间无法承受。另外，相比之下，这个辽国是一个已经开化且爱好和平的国家，而女真呢，勇猛又野蛮，唇亡齿寒，一旦灭了辽国，那么北方很可能生灵涂炭。我们现在回头看安尧臣的这封奏书简直就是对后来历史走向的神级预判。宋徽宗原本还真就动了心，但是在蔡京、童贯等人的怂恿之下，皇帝再次倾向了主战派。宣和22年的2月，宋廷再次向金国派出使节，这次派出的就是前面提过的赵良嗣。这一行人呢，从东京走水路出发，再上马走陆路到达登州。3月26，赵良嗣从登州出发，辗转到达金国，见到了阿骨达。阿骨达热情接待了赵良嗣，双方呢本就有一些交情。几番宴饮过后，开始步入正题。这次宋朝的使团仍然没带国书，只带了宋徽宗本人的一封亲笔信。赵良嗣根据宋徽宗的御笔指示，和阿骨达以及金国高级官员反复商谈。当年7月，金朝派使者跟随赵良嗣一同返回北宋京师汴梁，并且带来了作为正式答复的金国国书。从现存的赵良嗣燕云奉使录和金国回复的正式国书来看，对于联合灭辽、南北夹击，绝不与辽国讲和，双方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何时出兵，各自负责攻占哪些地方，彼此间怎么样相互协调联动，都没有具体的确定下来。金国在给大宋的国书中特别指出，若是将来举军，贵朝不为夹攻，不能依得以许未定。所谋燕地并所管汉民外，据诸邑及当朝举兵之后，皆散到彼处于人户，不再许数。如果金军发起攻击以后，宋军不能一起夹攻，那么原先的许诺就自动作废。举兵之后，因为战争逃散到宋境的人民并不归属大宋，必须送还给金国。除了这些，双方更为关键的矛盾点其实是在燕云汉家就地的归属问题上。宋徽宗的亲笔信给宋朝挖了一个大坑，他主动要求把原先给辽国的50万岁币全部转而交给金国。更为糊涂的呢，是他没有具体指明灭辽后要收复的汉家失地究竟是哪里，只是笼统的写成燕京并所管州城。咱们前面提到燕云16州大致分为山前诸州和山后诸州。在宋朝君臣的认知中呢，除了山前山后诸州，五代时期从刘守光手中丢掉的营平滦3州也应该在收复的范畴。那么金国的态度很明确，只许北宋占领辽国的燕京路，也就是山前诸州，营平滦3州想都不要想。至于西京路，也就是山后诸州，赵良嗣谈判的时候呢，阿骨达的态度是比较模棱两可的，可是到了正式的国书中，则明确的表示不许宋军占领。宋金双方在这一轮谈判以后出现了巨大分歧。当年9月，宋徽宗回过味儿来，再次派马正、马扩父子带上正式国书出使金国。宋朝的国书中这一次明确表示，大宋十分愿意和大金交好并联合灭辽，已经派遣最高军事长官童贯领兵相应，请大金回示举兵的具体日期。宋方要收回的是燕云16州以及燕京以北的营平滦3州。此外，如果大金兵马在将来无法到达西京，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那么就是失约，盟约自动作废。燕云16州所属范围内的汉民必须归属大宋，否则呢，将不会向金国转交那50万岁币。阿骨达对于宋方提出的这个燕云具体范围，在这一次态度非常强硬，寸土不让。金国的君臣对于宋朝提出的占有全部汉地汉民的要求非常恼怒，甚至多次想要和宋方直接断交。经过1个多月的争论和研究，最终呢，金国选择在国书中委婉拒绝了宋方的关键要求，又一次派使臣带上国书出访北宋。北宋宣和3年，金国天福5年，公元1121年，金使渡海到达宋境登州。此时的北宋又出了幺蛾子，因为方腊造反的内忧，也可能因为辽国
加强了戒备并施以压力，金使被扣留在了登州，长达7、80天。到了汴梁又被滞留了3个多月。随后呢，发出了一封词句多是模棱两可的国书，将金使随意打发，并且不再派遣使者。完颜阿骨达根据上述的情况，认为宋朝已经单方面绝交，便开始单独向辽国展开进攻。至此呢，宋金海上之盟陷入僵局，交往中断，开始对辽各自为战。所谓的海上之盟双方并没有达成最终的关键性共识，联合灭辽其实是似有实无，真正有的是后来对疆域的买卖盟约，这就是宋金海上之盟的真相。而在前后多次谈判的过程中，作为同盟的发起者北宋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燕云地区具体包括哪些州县，这是个极其愚蠢草率的严重错误。同时呢，也为后来宋金双方扯皮争执乃至刀兵相向埋下了巨大的祸根。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这是慢聊两宋燕云的第5集。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两宋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